大家好，欢迎来到科音故事会。在中国上古神话中，伏羲和女娲是由盘古破开混沌之后所产生的两个神灵，她们是一对兄妹，共同开创了人类社会和文明，成为人类的始祖。在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众所周知，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民族的代表，伏羲是他们共同尊奉的先祖。伏羲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殊荣呢？下面我们就来膜拜一下伏羲的那些丰功伟绩。远古时代，人类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天气会变化，日月会运转，人会生老病死，所有这些现象，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伏羲经常环顾四方，揣摩着日月经天，斗转星移，猜想着大地寒暑、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有一天，伏羲在黄河岸边捕到了一只神龟，这只神龟背上有着奇妙的纹理，于是伏羲坐在方坛上，眼睛注视着神龟背上的花纹，耳朵聆听着八方的风声气息。渐渐的，太极神图深切映入他的意识之中，他顿时目光如炬，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为一阴一阳而已。伏羲随即用土地当纸，拿树枝作笔，用8种符号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天下万物。伏羲便由此发明了八卦图，而后八卦图成为古代卜卦和决策的重要工具。八卦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融合了阴阳、五行的原理，用来推演世界空间和时间的工具。伏羲画八卦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开端，这是因为八卦图实际上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套哲学思想体系，其天人合一的观点至今仍是人类哲学的最高思想之一，更是华夏文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源头，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以它为特征的伏羲文化，到现在仍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在探索研究，当代的许多学科也都深受其影响，并从中得到启示。据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也是受了八卦的启发。大约在6000至7000年前，伏羲第一次统一了华夏，筑土围城，定都宛丘，分封百官，划地而治，定制度，做书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政权。这比美尼斯第一次统一古埃及早了1500多年。所以说，伏羲所建立的政权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古国，伏羲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帝王。在伏羲的领导下，古代华夏族群的人们共同开垦土地，狩猎、捕鱼、农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伏羲也成为了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被后人尊为华夏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奠基人之一。所以说，华夏民族正式形成于伏羲时代。伏羲经过72战统一了中原大地，继天为王，成为华夏各个氏族部落共同的首领，也将曾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各个氏族部落统一到统一旗帜之下，形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伏羲也因此被尊为华夏民族共同的先祖。龙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而最早将龙作为华夏民族标志的正是伏羲。伏羲统一华夏之后，创造了一种生物作为部族图腾，那就是龙。伏羲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狐狸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物龙。伏羲以龙作为图腾，以龙命名百官，让龙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志。历经几千年的岁月，龙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已经融入到了华夏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最终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因此，华夏族群也被称为龙的传人。古代的人们生存的手段很少，伏羲就教人们捕鱼和打猎以为生，还教人们如何驯养野兽为己所用，这就是家畜的由来。拆木取火也是伏羲发明的，此后的人们就可以吃到熟的食物。伏羲还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制定了历法，人们可以根据历法判断季节和气候的变化，以及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继八卦图之后，伏羲还创造出文字，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用结绳记事的方法。
同时，伏羲又发明了骨笛、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许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伏羲的记载，例如《尚书》《山海经》《太极图说》等。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华夏文明和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价值。西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一闻之先人曰：伏羲之淳后，作一八卦，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周文王姬昌在《易经系辞下传》中记载，卜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王鼓，以电以鱼，盖取诸离。唐朝司马真《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死后，葬于河南省淮阳县，其陵墓被后人称之为太昊陵。太昊陵占地875亩，规模宏大，被称为天下第一陵。历代帝王曾51次亲自来此祭奠。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的祭祀一直没有中断过。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秦人就在渭水河畔用3劳之礼祭祀伏羲。此后历朝祭祀，相沿成习。明代祭祀伏羲形成定制，每年分春秋2季，程序严谨，祭文有礼部制定，并治理作乐。甘肃天水成为全国祭祀伏羲的中心。清代以后，伏羲祭祀仪式逐渐演化积淀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深厚民俗文化。由于伏羲的传说距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我们禁不住会发问，伏羲究竟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先祖，还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奇呢？从近年来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贾湖遗址的综合考察分析中发现，这个遗址或许能够证明上古伏羲确实存在过，不只是传说而已。贾湖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贾湖村。贾湖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总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丰厚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的代表性遗址。在贾湖文化中已经出现的男女合葬墓和阴阳笛的应用，佐证了阴阳八卦的起源问题。另外，贾湖先民原始宗教与归零占卜文化、祭祀文化的兴起也都与阴阳文化密切相关。贾湖遗址考古发现，贾湖先民已经开始结网捕鱼。日本著名鱼类考古学家中岛金夫教授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鱼骨深入研究发现，贾湖人在8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养殖鲤鱼为食。贾湖遗址纺轮、网坠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结网骨的真实性。这些重要发现都是伏羲神话传说在贾湖遗址的具体印证。在贾湖遗址考古中发现，贾湖人已经开始大量饲养猪、狗和其他动物，同时也发现了人工饲养牛、羊的痕迹。伏羲教民以养殖的文化现象在这里得到显现。科考团队的研究证明，贾湖地区早在1万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稻子的生长，天文历法也因农作物的栽培得以总结使用。有史书记载伏羲发明了历法，看来也是有一定历史事实基础的。贾湖遗址共发掘出40余支骨笛，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把人类音乐史推进到了9000年前。贾湖骨笛的发现改写了世界和中国的音乐史，更进一步说明了贾湖遗址在伏羲时代的重要地位。在贾湖遗址发现的契科符号已经证明，贾湖契科符号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语段文字阶段的文字，从结绳记事到文字的发明应用是伏羲的一大贡献。这进一步证明了伏羲创造出文字的真实性。历史的真相早已硝烟在漫漫时间长河之中。对于过往，我们有着无穷的想象。假如说上面的事例不是巧合而是事实的话，那么那些上古神话传说也许就是我们的先祖的真实经历，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印证。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不要忘了点赞、留言、关注哦，我们下次再会。